这一些。啊，这个闸是坏的。啊，这个闸坏。这个，是不是得给你拿个手电？没事，没手电。你这个用不了。这原来就是这一种的。完了，我就照这个型号买的。买错了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买错了。哪个地方不对？哎，这个地方有个有个螺丝，你那有吗？没有。那回去换一个吧。换一个。你得给我写上边带螺丝的。现在带电吗？现在不知道。送不上电是吗？你过来看。那一头的总闸送不上，还以为是这个电闸坏了，去看一下那个总闸。啊，这个送不上，这是漏保，这个送不上电。对，把下边都拉了也送不上。啊。刚才跳的是总闸，下边还有分闸，每一个配电箱总闸都是拉下来的。他们说把这些分闸拉下来以后，那个总闸还是合不上。他们自己找原因没找到，所以看我能不能给他找到原因。现在确定这些分配电箱的总闸都是拉下来的。送一下电试试，送不上，一送就跳。把这下边的分闸都断开。好了，送上了。跳了。上不上？这路有问题。看一哪个跳闸就是。测零线对地线是漏电的，这测火线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这个是漏电的，漏电很严重。这一路电闸就是顺着桥架管着侧间这一边的配电箱，带了好几个，这个侧间也有，这个侧间也有。它这些分配电箱进来的主线在上面桥架里边有接头，我在想是不是接头在桥架里面漏电呢？自测量红线对配电箱外壳漏电的，达到成一档测一下是不是火线与地线短路，不是短路。除了那几个大的配电箱，还有些线直接从桥架里接出来的，直接从主线接出来的。还有吗？还有机器插着吗？这个机器咦，这插头好像是打过火，这是进过水，是不是它的原因造成的漏电呢？再用万用表测一下，直接测插头，零火插对地插，还真是插头漏电，插头漏电，也就是说插头这一块绝缘不好了。他们说拔掉了所有的电器，确实是拔掉了，但是这个插座没拔掉，这个插排的插头是有问题的。再看一下，确实是漏电的。这个时候再测一下主电路，还是一只表笔插地线，另一只表笔测量。好了，表针没动，漏电的现象没了。这样可以合闸充电，这样总是跳闸的原因就找到了。
差一点去上桥架找接头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来修路灯了哈，路灯送不上电，一送电就跳闸。那个红绿灯的，这个红绿灯好几十个吧。先去看看这个控制柜在哪一块，在相变这了。他们也找别的师傅过来看过，要么人家报价很高，要么说是修不了。这个，看着让把这个线摘了，摘了啊，摘了以后，因为它是接上这个黄线吧，它就跳闸，就跳这个闸吗？对，跳这个闸。那下边还有配电箱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直接连路灯了这些。对，它就直接去路灯了。就关哪些路灯呢？你给我说一下，这些都没事是吧？它这些吧，也是有的亮，有的不亮。有的亮，有的不亮。啊，看一下路灯在哪呢？路灯这不是就这些，就这些路灯。从这个红绿灯到那个山脚下之间的路灯，先看一下故障现象。这个交流接触器明显是有问题的，现在是没吸合，没有电。三项进线测量电压220多，正常。是不是爆了？你昨天都通电视了是吧？都可以通电是吗？它这个通着，现在都通着电，都可以通电，它都没吸合，吸合以后才好使。对，因为它不到点嘛。不是，咱们怎么调啊？这个手动开灯一下试试。可以开哈，没问题啊，这几个。可以开。这都4个都没问题吗？昨天开过吗？这个灯应该是手动。吸合了。吸合了。这个呢？这个也吸合了。这也吸合了。这3个都吸合了。3个都吸合了。这有个杆吗？吸行了。吸了。没问题。哪来的声音？这个就亮了啊。吓人呢。这个没敢接就爆不上。接它就跳闸了。这个电压还低呢，这一项电压还低呢，这项电压正常。哦。这个不吸合，电压就正常。这一项也漏电，这一项也漏电，这一项漏电。它漏电，它漏电，它一吸合，它电压立马就低了，它就是漏电的。那现在都是220，正常，这不是漏电保护器，漏电保护器都根本合不了，漏电的。你看，它应该跳，它现在跳不下来。电压立马就低了。你听着声音，它想跳，它跳不了。这个闸它里边它跳不了，它短路电流没达到，它跳不了，吱吱的响。这个电流应该很大，电流600，测一下，掐一下。60多安的电流，60多安的电流。这一项才1点几安的电流，才1点几安呢。这一项中间这一项60多安，像这个路灯电流都不大，才1安多，确实才1点几安呀。1.6安这么小吧？
1安，1安。啊，这路灯一半不亮呢。咱这路灯一亮一半得修啊，这个路灯有坏的，有的电过来了，灯不亮，坏了。像这些灯，要么没电，要么是灯坏了，我也只能给它解决电路短路漏电，看是在哪。修灯换灯的活我是不能干，那就先修电路问题。60多安的电流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这个火线应该是对地放电的。注意看，我测这个火线现在是190多伏，我测零线，零线带电37伏，这就是火线漏电的现象，会导致零线带电。零线带电，地线也带电。注意看这个伏数，30多伏，30多加190多，正好是220多。这个配电箱外壳是接地的，看一下，也带30多伏，但是地上它不带，测大地它不带。所以火线对地放电的话，它会导致这种现象。这就是这种电比的优势，能看出来地线、零线带多少伏的电压，从而判断是不是接地。这样就可以确定它那路线是接地的，是漏电的。关掉这个交流接触器，断电，给线路断电。断电后测零线就不带电了，就可以确定这路线是漏电的。那我就拆掉零线，把这些控制线路都断开，防止它吸合。把零线拆掉，把这些主电都断掉，这个拆零线之前都要断掉。拆掉零线以后，上指针望远表测漏电，达到城市开档测漏电的档位，直接测这个绿色这根线对设备外壳，也就对地线是漏电的，很明显是漏电的。那再测一下黄线，对地线也是漏电的。像这种漏电，它不是火线和地线碰在一起，应该是火线对大地放电，大地是一个导体，漏电的地方离这里有可能几十米，有可能几百米。现在这个表测出来是漏电的。这里还有井盖、路灯，看一下这里边是啥，电缆线。信号灯的电缆线，路灯的电缆线，这两根应该是一进一出，那就是有接头。接头的位置应该在这儿。打开了看一下里边什么样。这个先用电笔验电，别带电。如果带电的话，电笔会响。接头，电缆的接头在这儿。还有什么？这是个什么东东？拿出来看一下。保险丝。啊，这每个路灯还有个保险丝，里面的接头做的挺好。我在想，对地漏电的地方如果不在这里边，那怎么办呢？一个杆一个杆的拆，看这些接头有没有问题。然后您说路灯漏电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电流，这些线很细，它承受不了60多安的电流。像这种情况，我还是认为线头对路灯杆破皮漏电的可能性大。这么多怎么查呀？很远呀，那么多路灯，那边也是，到山脚下吧得。天哪，一个一个的看呢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修不修啊？修很麻烦，不修就白跑。应该是没有好办法，从那边一路拆到那个红绿灯那一块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再往那不知道了。每一个路灯旁边都有个井，把井掀开，电缆线一进一出，进到这里边去了，然后每一路就这么打。我是怀疑接头地方有问题，然后这接头有破的，那没有，还得继续往前拆。
前面插了20多个了，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终于，这是哪根线呀？线都打铁喽！还有吗？啊，跳不动啊！哎呀，里面从这个外观上一看，这个地方都打过火，烧的。所以说每一个路灯杆，我都看它周围是不是有被电烧过的痕迹。这一个终于找到了，哎呀，瞧，看这个都烧成啥样了，看到吗？烧的，哎呀，看看吧，哎呀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！哎呀，拍个照留个念。第一次修路灯就找到故障了，到红绿灯那头到那边找过来了。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线搭路灯杆，这个线搭路灯杆，两个线在那头一通电是380，直接短路就跳闸。然后单送一根的话，就直直的对路灯杆放电，对地放电，零线都带电，地线带电。然后反正就是这种原理吧，搞定了，找到了就好。看触点都完了。通上电吸合以后，看看电流很小，0. 几安。这些路灯用电这么小吗？才0. 几安，1.5安。看一下绿线1.3安。这3根线一共带了20多个路灯。现在在测量，看一下电压正常了吧？没修之前190多伏，看一下零线没了吧？0伏，这就正常了。所以我觉得用这种电笔单独测量火线和零线的电压，也能确定电路是不是正常，是不是有漏电的。看路灯，除了不亮的都亮了，不亮的就是坏了呗。他们想让我修路灯，我说我干不了。那先这样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赶紧得先找个地方吃饭。这个徒步机我给它修了不长时间又坏了，看怎么回事呢？上一次维修是变频器不好，我给它新装了一个变频器，然后运行几天挺正常的，突然又不好了。问工人师傅说怎么回事，工人师傅说把这个电位器，就是和这样一样的电位器，就是调速的电位器，原来是在这个位置，挪到后边去了，用几天还正常，然后突然运行不了了，那就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。它挪后边是加了一根线，就是接了一根长线，因为电位器线不够长，加了一根长线。这个线也不能太长，太长了影响信号，会受到干扰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它还用了一个网线，为什么还用了2天呢？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先把电送上，变频器通电正常，
打开开关。师傅说别的电位器控制变频器都有转速，都有频率显示，就这一个没有变化。去看一下它接哪去了。这一段距离挺长的，在这调这个钮，旋钮没反应。看一下，确实频率没有变化。现在是端子控制，所以调这个地方不好使，那就先断电。再来看一下电位器有没有问题，这个得拆掉看一下。12的小扳手，这个咱有。拆掉紧固螺丝，拆掉螺丝帽，拿出电位器，就是这么个东西。我是怀疑它线头掉了，原来是焊接的。看一下线头没掉，掐断以后接的线。在不拆掉线头的情况下，测量电位器输出，这种是不正常，所以得拆掉线头测量。那就拆开线头测量。电位器就是一个滑动电阻器，把线头拆开测量一下。两只表笔分别测量电位器任意一根线和输出这根线，看看这个电阻的变化。不太正常，都没有表针都没有反应。它应该有电阻摆动，然后旋钮的时候会有电阻变化，这个啥也没有，所以我怀疑是里边断了。拆开一下看看里边什么结构啊？它这里边是有触点和线头的。哎，不出所料，这个线头是掉下来的。好了，这样就确定是电位器不好导致的调速调不了，去找一个电位器换上。正好这有个废旧的配电箱，上边有个电位器，那就先拆过去，先用上，这样就接好了。把它拽出来了，它里面有一个滑动的电阻丝，然后滑动这一块的连线掉了，导致没有输出。后面是一个滑动的触点，连着输出这根线。还有这里为啥要绑2个扎带呢？你看一下它这个结构，它上面这2个焊点用手就能拽下来的，所以不结实。如果线头受力一拉就掉，这事还经常遇到，所以绑2个扎带是有用的。再看一下调速旋钮，看看表针的变化。随着电阻的大小，表针是动的，这个电位器是正常的。好了，电位器装上以后再看看。点启动运行以后，旋动旋钮，变频器是有变化的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它原来这个变频器是炸机了，就是里面的模块都炸了。当时因为着急生产也没修，直接换了个新的。当时这个活是我给他干的。您说就这种情况，这个费用是收还是不收呢？测的修不了，人呢？人哪去了？这是去工厂修一个蒸炉，这东西咱是第一次见呢，以前没修过。工人师傅说上面电磁阀不通电，只要给它通上电就行，很简单。然后让我查一下电磁阀为啥没有电，但是我一看线路这么乱，说实话有点不想干。现在要是走，维修费1分钱没有，这都一天还没挣到钱呢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老母鸡1天1个蛋，菜刀靠边站，1天不下蛋，高压锅里煎。所以想到这句话，我还得继续干。这几根是电磁阀的线，先捋线，看从哪来的，要往哪里去。它这个线路还没有图纸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得靠自己。电磁阀的电源是这个电源块输出，那就把档位打到直流电压档，测一下它的输出有没有。输出一正一负24伏，看看直流电压是有的。只能说电源没问题，它这个线路还要通过交流接触器吸合、触点闭合来接通，给电磁阀供电。关键是上面这几个电磁阀您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不好使，问师傅，师傅也说不清。
我得亲自爬上去看一下。这就是这几个电磁阀连着气管，需要哪个电磁阀工作，那么就给哪个电磁阀的线圈通电，一通电通气儿，气缸就拉着这些阀门打开。现在这些阀门不工作，所以就查一下这个电磁阀为什么电没通过来。现在的工作状态，红色的线应该是给电磁阀通电的。用腕表测一下直流电压有没有24伏，有，那就上去看一下，找到红色这根线与公共线与负极是有电的，那可能是线圈或者插头不好，那就打开看一下喽。把插头拽下来，然后单独测量电磁阀线圈，看电阻正常，标准摆动正常，线圈没有烧，线圈是没问题的。是不是插头接触不良呢？带我打开看一下。来看一下，正负插头有一个脱落了，不能算是脱落，是我拽下来的，但是插头应该是松的，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。我把它加紧再装上试试，装上看一下好不好。那开试试，开试试。哦，开了，那个开了，都开了，啊，都开了，这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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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。好了，插头接触不良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今天这个蛋终于落地了，一天一个蛋，回家就有饭。好了，完活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工地跳闸为什么总跳一级箱？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很长时间了，所以今天让我过来给他查一下哪里的原因。现在师傅打开的是2级配电箱，就是下面这些2级、3级的配电箱的漏电保护器不跳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跳1级箱的总漏保。这是他们1级箱的漏电保护器，这个漏保出来一根电缆线去接到2级箱，然后这个电缆走了很长一段距离，有的在地上，有的在地下。电缆过来以后接的这个2级箱，2级箱下边这些漏保出来又接出3级箱。他们怀疑是不是后面有些电器或者设备在漏电，或者说是这些漏保是不是不好，所以让我过来测一下这下边的分线路是不是有漏电的。如果有漏电的，为啥不跳这些漏保而跳上一级漏保？你断吧，你看吧，断吧，断去了，都在用着电呢。你断吧，断去。先用电笔验电，养成好习惯。有师傅说用这个电笔测电压，怎么来判断是不是有漏电？一般测3相电对地电压，像这种测的3根线对地电压相差不大，这是正常的。那如果用电笔测的对地电压，其中一项太低，其他2项高，我一般会认为低的那一项对地漏电很严重。下一步该怎么测呢？我想测一下这3路漏保下面的线路是不是有漏电的。测这些回路漏电需要拆掉后边的零线，因为这些回路接在一起不方便测量，所以我要拆掉这个主零线和分零线，因为一会儿还可能测主线。测漏电层次开档，一个表笔测地线，测大地，另一支表笔分别测量这些零线，发现这一路是漏电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漏电保护器它下面的线路是有漏电的，很明显，可能是这个漏电没达到它的漏电电流，所以它不跳。它下面还带了个3级箱，也是走的明线，在马路的对面。那就到这个3级箱看一下，3级箱总闸也是漏保。同样的方法，拉闸断电之后直接测量漏电，对地，它这做了个接地，对大地测漏电，测每一路对大地之间，
这一路是漏电的。他们说漏电这一路是接的水泵，水泵一直用电打水，就是这一台水泵是漏电的。那是它的原因跳的1级箱的总漏保吗？按照原理来说，它应该是跳自己3级箱的漏电保护器，或者是2级的漏电保护器，不应该跨过去直接跳1级箱的漏保啊。所以我想直接去1级箱看一下。1级箱离得很远，在另一个工地。因为1级箱用的是人家的电，所以说每一次断电都不方便。那就抓紧时间测量，总是跳的就是这一路。测漏电需要拆掉下面的零线和火线。还是用指针表来测漏电，一个表笔插地线，插地线就是插在大地上。这个电缆线几百米，看能不能测出来。把这4根线都拆下来了，电缆线的那一头也是断开的，等于说单独测这个电缆线对大地是不是漏电。看一下，这个表针摆动比较明显，很显然是对地漏电的，对大地漏电。这一项对大地也是漏电的，也就是说总是莫名其妙的跳1级箱，是电缆线漏电造成的。电缆也拆了，零线也拆了，主缆是漏电的，太明显了。有接头吗？有接头那个地方看一看吧，没埋地下吧？没有，接头没埋地。这电缆挺长啊，这个电缆有多长？有几百米了。好100米。下面就去看一下这个电缆线的接头和有没有破损的地方。几百米长的电缆线有地上的，还有地下的。这是地上的。这有破皮，但是这些破皮不是对大地漏电，用表测出来那种现象是对大地直接漏电，所以应该是地下的电缆线有问题。这里有一个，这就是施工的时候给破坏的，往那还有。这个电缆线还有接头，但是接头的地方没问题。他们说还有这个地方，里面正在施工。电缆线穿过这片施工地以后，又穿过马路，让这些干活的师傅休息几分钟，去看一下这个电缆线有没有问题。他们说这路电缆线早已伤痕累累，哎呦，都挖破了都。电缆线都破皮了，都看到里面的铝线了。这一块划伤了不止一个地方。他们说再往前还被干断过，就直接把这个电缆线给干断了。然后他们自己接上以后缠的胶带，但是现在看又破了，又有漏的了，他这些接头还得重新做。再往前就进地下了，地下的电井过马路到对面工地。这个电缆线要找出所有破损或者是漏电的地方不太容易，明面上都那么多，我估计暗线也少不了。它这个不如直接换新线，然后这些电缆线的位置也要改，在这地方不行啊。他们说这就放假了，过了年准备换一根粗的电缆线重新走，这个功率太小。像这电缆线的修复还有要不要换电缆线，他们自己说了算，我只是给他查出原因就行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